2025年8月20日，游客终于发视频了。他们发的是黑神话钟馗的首条视频，居然不是黑神话悟空的 DLC 预告。老实说，真是有点失望啊，想和他们团队好好谈谈心。不过仔细想想，发现钟馗也不是不可以，这或许就是下一段新旅途的起点，顺便还能给其他的巡礼人出一份新的攻略。大家好，我是徐工，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因为游客这次发布的视频太短，暂时看不出什么取景地，所以我们今天换个角度，也就是来盘一盘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直接看到钟馗的，相信各位都能选到一个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现在一般认为钟馗是中南人，所以钟馗故里就在陕西，这个地方叫做中南镇，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周至县。钟馗故里在地图上的名字叫做上清太平宫，按照这个名字导航即可。如果从西安出发，大约自驾60多公里就能到达这边，总之是很方便了。建筑群本身是有历史的，但现存的建筑很明显都是后期补修的。我们能在这边看到铁制的钟馗浮雕，造型还挺威武传神的。此外，墙壁上也有小型的钟馗浮雕，旁边还写着听好消息。在建筑之内能看到高举宝剑的钟馗本人造像，两侧斜侍卫各有一个鬼差，他们的面前则有一堆令旗和宝剑。你说将来战斗的时候会不会把令旗系统加进来当成豆用啊？当然了，和钟馗直接相关的景区不止这一处，在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还有一处钟馗文化园，它就在迎宾大道的旁边。我们通过网图得知，这边的建筑是仿唐样式的，彩绘画风是典型的七朱八白。如果放大网图，还能看到清晰的人字拱。至于旁边是不是一斗三升拱，感觉不太像，反而有点像品字斗拱。其中那座塔的名字叫做魁峰塔，这是借钟馗的名字取的名。此外，这边还有一座6柱5门5楼的石牌楼，上面的4个字像是福佑中华。石牌楼前面的地上还有一大片太极八卦图，上次我们看到的是佛教，相信这次能看到更多的道教元素。此外，我们在附近真的还能看到钟馗的石像，看这个位置不太像是在景区之内，倒像是在门口，这是我们辨认钟馗主题的重要地标。如果去这边的话，我推荐春节过去，这边会有非常热闹的活动，看点也会比平时更多。灵璧的钟馗文化很发达，其中尤为知名的是灵璧钟馗画。这种画作始于唐代吴道子的出版钟馗画像，历经1000年的发展之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状态，成为了灵璧3绝之一，还被选入了安徽省非遗名录。下面我们来到湖南株洲，这边有一处观音寺钟馗古寺，观音寺的牌匾在后边，钟馗古寺的牌匾在前边。它位于株洲市的石峰区，是一座始建于1957年的古寺，门口还造了2颗巨大的盘龙柱。不过这里边的钟馗塑像不知道是谁做的，你说这是变形金刚都有人信。而外面烧香的地方，每个口烧的香还是不一样的，其中有那么一个口的香火就是专门烧给钟馗的。我在2021年去过株洲，见过一个当地的好朋友，别的印象都没了，就记得这边的粉很好吃，料给的很丰富，来巡礼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而在湖南湘潭市的湘潭县还另有一处钟馗庙，这个建筑明显就是纯新的，殿内的造像也是纯新的。它能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证明有不少人愿意尊奉它。香火就是信仰的最佳晴雨表，没有香火的信仰就会在历史中被逐渐淘汰掉。另外，在庙内还能看到犯太岁生肖表，谁信谁关注一下，我就不多看了。我曾在2021年去过湘潭，当时是去韶山巡礼来着，记得这边的菜很咸，不太能吃得惯。各位记得点菜不要点多了，否则真的吃不完。除此之外，在马来西亚还有一处中南古庙，这里边供奉的也是钟馗。我们看建筑的屋顶上有闽南建筑常用的彩色装饰，这就比普通的歇山顶要华丽了不少。内部的钟馗造像则是一个打伞的造型。
最后我说个最容易的巡礼方式，各位可以到当地的城隍庙看看有没有赏善罚恶判官，其中的罪恶判官一般来说都是钟馗，或许这便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钟馗形象了。也欢迎各位来补充一下你们身边还有哪些钟馗是没有被我提到的。钟馗这个人物对于我们来说，说熟悉也熟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有这么一号神，说陌生也陌生，因为他那些具体的故事还真没几个人能说清楚。我们对他的了解远不如对孙大圣的了解更多，但我们都知道钟馗的主业是捉鬼，所以在新的黑神话里，钟馗本人只是个引子，他背后那庞大的鬼界宇宙才是真正的主菜，也是最值得期待的那一部分。以前在国际出圈的鬼都是日本鬼、泰国鬼、欧美吸血鬼，中国鬼不是没有，只要一出现就是清朝官服僵尸，其他的人气都不够。不过这一次或许就不一样了，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见到奈何桥下的忘川水，听到望乡台的声声呼唤，甚至亲身体验比恶魔城更宏大的丰都鬼城。也希望那些古老的传说在当代叙事的环境里能重获一份全新的生命力。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赌场，一起旅行。